比赛正式开始了，悟空作为第一个出场的选手，与之对战的是一头大笨熊。大笨熊身材看似臃肿，但是异常灵活，像一个貔貅一样跳上跳下的，猛地一跳弹到了半空中，利用身体重重的砸向悟空。悟空一把闪躲开，又接着朝悟空袭来，速度移动飞快，悟空躲闪不及，一下被撞飞了，差一点掉出场外。大笨熊并没有乘胜追击，摆了摆手给悟空说：“你过来啊！”象帕得意非凡，以为胜券在握了，但是悟空站在原地一动不动。由于在路上烤肉吃多了，消化不良，把主持人都整呆了，整的观众也是哈哈大笑。大笨熊说：“那我给你消化一下。”说完就朝悟空发出了嘴炮。悟空在大炮的轰炸下跑了起来，然后一个转身就来到了他的身后，朝他发了一个龟派气功。比鲁斯开心的以为赢了，没想到大笨熊毫发无损。大笨熊又摆了摆手：“你再过来啊！”悟空一个飞身朝他肚子上不停的攻击，但是拳头犹如打在水面上一般，力量全部都被化解了。这下难办了，任凭悟空如何打击，他都是毫发无损。悟空灵机一动，抱起了大笨熊的大腿，直接将他掀翻在地，然后拖着他往前走。悟空用力一个背摔，将大笨熊给丢出去了。大家都是一副难以置信的小眼神。长得像布欧一样的主持人宣布一期宇宙选手胜出。这下皮鲁斯开心了，而象帕却不高兴了，埋怨悟空在他面前隐藏实力。象帕一副小孩子耍无赖的表现，恼羞成怒的他要求重新比赛。皮鲁斯怎么都允许他耍无赖，与他吵了起来。象帕见吵不过，直接躺在地上撒泼。巴多斯告诉他，没关系的，我们还有4位选手。下面出场的选手和弗利萨除了颜色不同，简直一模一样。大家都看着第6宇宙的弗利萨，难道他也是非常邪恶的人吗？他慢慢朝悟空走来，打了声招呼，还和悟空握了手，并且还非常客气地说，希望和大家成为朋友。难道第6宇宙的弗利萨是个好人？悟空与弗罗斯特的较量开始了，只见他一个独龙钻将悟空摔倒在地。悟空站起来说，我们宇宙也有一个和你一模一样的，他会变身，你应该也会变身吧。说完弗罗斯特就开始变身，变身后的他长得真是丑的一逼啊，象帕都惊讶了，他竟然还会变身。弗罗斯特问起了第7宇宙的他现在怎么样了，悟空说，嘿嘿，你最好还是别问了。两个人接着开始了激烈打斗，主持人开始播报，弗罗斯特是第6宇宙的和平精英，曾经获得了3次诺贝尔和平奖。象帕听到都被感动了，象帕答应他赢了会给他支援。悟空的常态打斗有些吃力，变身成了超级赛亚人，而弗罗斯特也变身成了终极形态。变身后的两个人再次展开了战斗，弗罗斯特不敌悟空，被打倒在地，但是为了获得象帕的支援，再次向悟空攻击。而这一拳下去，悟空有些站不住了，两眼红花，弗罗斯特一脚将悟空踹了出去，所有人都惊讶了，不敢相信这发生的一切。悟空躺在地上不省人事，弗罗斯特累得气喘吁吁，时间犹如停止了一般，什么大风大浪没经历过，悟空竟然输给了一个二流对手。再看悟空丝毫没有惊醒的迹象，主持人宣布第6宇宙的选手胜出。大家以为悟空是大脑受到重创，短时间失去了意识，贝塔气坏了，骂他是个笨蛋，还是老婆好啊。琪琪纵身一跳朝悟空跑了过去，悟空听到琪琪的叫喊也醒了，他不知所以的四处张望，而琪琪痛苦地搂住了悟空。弗罗斯特也跳了下来，表达了他真挚的歉意，也非常感谢和悟空的格斗，让他突破了自己，愉快地与悟空握起了手。弗罗斯特又举起了悟空的手臂，转身面向大家，大家被他的气度感动了，鼓起了雷鸣般的掌声。悟空抱着机器放到了观众席台，转身飞到了待赛区。再看比鲁斯，鼻子不是鼻子，脸不是脸的。悟空连忙给比鲁斯道歉，比鲁斯气得咬牙切齿的。象帕这会儿得意了，说道：“怎么了，比鲁斯？你不会再生气吧？”比鲁斯是哑巴吃黄连，百口莫辩，强装大度走过来搂住悟空，说输赢不重要。悟空表现得非常好，这两个人的表情看着是真痛苦。主持人宣布，接下来出场的选手是弗罗斯特对比克。比克飞了下来，脱掉了自己厚重的披风，披风一下砸倒了主持人。贝吉塔分析，那样的攻击怎么会使悟空昏迷呢？这里面一定有蹊跷。夹克也飞了过来，两个人的打斗开始了。比克腾空而起，打算使出自己的魔冠光沙炮。弗罗斯特发现了比克的弱点，朝他不断进攻。比克躲闪不及，一下击中了他的膝盖。比克落地后使出了残像拳，出现了无数个分身。弗罗斯特朝比克打了过去，他一下将影像全部清除了，瞬间来到了比克眼前。弗罗斯特不断朝比克进攻，比克仅用一只手抵挡，双手都费劲，一只手怎么可能？一拳被弗罗斯特击中了，又被踹了一脚。弗罗斯特以为赢了，没想到比克用手将他捆绑住了。而此时，弗罗斯特将手偷偷地抬了上去，比克正打算使出自己的必杀技，顿时眼前模糊了，看什么都是晕晕的。弗罗斯特突然来到了比克面前，朝比克胸部打了过去，比克的胸腔都被打穿了，倒下的比克失手将坚固无比的巨蛋都击穿了。主持人宣布弗罗斯特胜出。夹克看出了问题所在，提出了抗议，要求检查他的右手。悟空还说他不是那样的人。此时贝吉塔也要求检查他的右手。主持人在他四周观察了一番，看到他的右手果然有东西，用手指轻轻的一碰，慢悠悠的晕倒了。所有人都惊呆了，而弗罗斯特说这是我身体的一部分。主持人站起来说他违规，取消了比赛资格，比克胜出。巴多斯告诉大家，这才是他真实面目，邪恶、巧取豪夺，利用自己挑起的战争，在平息战争，获得巨大收益。这家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坏蛋。象帕说他让第6宇宙蒙羞，正准备消灭他，巴多斯阻止了象帕，说道：“他为我们赢得胜利，何乐而不为呢？”而贝吉塔换了比克上场，要好好教训下这个讨厌的家伙。败军之将惭愧难当，比克回到了休息区，告诫贝吉塔要当心，但是贝吉塔似乎完全没有理会。弗罗斯特现在的嘴脸与弗利萨简直一模一样，他邪恶地说道：“你以为不让我用毒刺我就没有办法了吗？卑鄙的手段才是我最大的武器。”他再次亮出了毒刺，毒液落在地面，地面都烧起了浓烟。
把主持人吓到了，警告他再用直接发出场外。而贝吉塔说他不介意，两位破坏神也默许了他的行为。弗罗斯特更大胆了，说道：“如果将对方杀死了，那将如何裁决呢？”大家都吃惊了，难道这家伙想谋害性命不成？格斗开始了，一向爽快直接的贝吉塔不给他废话，直接变身超级赛亚人。弗罗斯特嘴里还碎碎念着，鲜血淋漓的表演开始了。贝吉塔瞬间来到了他面前，你这个垃圾，消失吧！一拳把弗罗斯特打飞了，躯干都撞坏了，重重的落到了场外晕倒了。主持人摸了一下，他还有气息，宣布贝吉塔获胜。这次大家解气了。比鲁斯检查着悟空的身体，找他被毒刺刺中的证据，在悟空的手心中发现了针孔。比鲁斯大声告诉相帕，悟空可以恢复比赛了。相帕不屑地说道：“随你的便。”悟空也开心了，说：“我排在莫娜卡后面嘛。”比鲁斯愣了，那不行，最强的高手必须压轴出场，气氛才能推向高潮。悟空说：“怕气氛还没起来呢，格斗比赛都结束了，感觉莫娜卡的气场好强大啊。”维斯小声嘀咕道：“他从第一次看到龟派气功就被吓傻了，到现在还没苏醒呢。”比鲁斯赶紧打岔，悟空过去想与莫娜卡说句话，比鲁斯挡住了悟空。悟空打算碰一下莫娜卡，被比鲁斯一巴掌打飞了，告诉悟空莫娜卡正在进行精神合一，非常危险，你最好不要碰他。悟空被吓住了，不甘心的走了。比鲁斯总算松了一口气，相帕将比赛规则改了，在格斗场地上方加了一个屏障，只要碰到屏障就算输了。比鲁斯听到立马飞了过来，擅自更改规则，与他大吵了一架。两位破坏神是谁也不让谁，维斯提议让他们划拳，不愧是神啊，划拳都跟普通人不一样。巴朵斯注意到弗罗斯特溜了，原来这个家伙想偷偷的将奖品拿走。这个方舟是个宝物，可以躲避任何人的追捕。他正要偷走，希特走了过来，只见希特原地站着，并未动手，而弗罗斯特却被万箭穿身，完全懵逼的倒下了。划拳划的手都麻了，两个人也没分出个胜负。第六宇宙出场的选手是个机器人，他跳到了场地上，这大铁疙瘩也太沉了，场地都被翘起来了。贝吉塔完全没有将这个大铁疙瘩放在眼里。两位的格斗比赛开始了，金属人一顿猛攻之后，贝吉塔用脚朝他的头一顿猛踢，把他头踢进去了。他朝自己的头猛捶，然后用手使劲将头给拔了出来。这家伙又使出一招龙卷风，将贝吉塔逼到了屏障的角落处。没想到他停了下来，原来是不会飞啊！相帕为了他才将规则改了。他不断朝贝吉塔发出火焰，贝吉塔也气坏了，被你个大铁疙瘩逼成这样，变身成了超级赛亚人。悟空以为贝吉塔胜利在望，维斯提醒他情况不妙。只见贝吉塔是满头大汗，金属人浑身散发着高温热量，时不时的还吐出一口热蒸气。贝吉塔像蒸桑拿一样喘着粗气，热得满头大汗。贝吉塔感觉这个金属人散发的不只是热量，因为他浑身使不出力气。相帕看着场面一阵奸笑，巴朵斯都说他笑得好猥琐。比鲁斯看着相帕，感觉相帕笑得太可疑了，一定在场地做了手脚。维斯发现了问题所在，因为增加了屏障，里面的空气非常稀薄，导致他无法进行充足的呼吸。比鲁斯气坏了，给相帕说：“你是不是在场地上做了手脚？”相帕一副小人得志的样子，说道：“我没有做啊，你看里面的空气可以顺利进出的，只是金属人燃烧的太厉害了，更改规则是你同意的哦。”比鲁斯气得咬牙切齿。悟空告诉贝吉塔，让他尽快结束战斗。波尔玛也气坏了，随手抓了一个人：“你好歹考虑下别人的感受好不好？”金属人跟开锅了一般，朝贝吉塔喷出大量熔浆，贝吉塔无法靠近，只能到处闪躲。贝吉塔想进行进攻，哪知金属人又喷出大量蒸汽，贝吉塔又推了回去，只听一声，放了一个臭屁，臭屁上升与蒸汽融合在一起，金属人朝混合气体喷出熔浆，砰的一声爆炸了。这波操作让大家惊呆了，贝吉塔炸得差一点碰到屏障，及时停了下来。比鲁斯说：“金属人犯规，释放毒气。”主持人捏着鼻子说：“他放的是屁，不算犯规。”金属人挠到头，尴尬了。贝吉塔真的生气了，打算朝金属人发出气功波。金属人急剧升温，将屏障整得跟个烤炉一般。两个人同时发功，贝吉塔见状赶紧躲开了。金属人又喷出一团熔浆，朝贝吉塔袭来，他用手掌劈开了。哪想到金属人拿着棒槌正等贝吉塔呢，一棒子将贝吉塔打出了场外。所有人都以为贝吉塔输掉了，但是经过主持人公正的检查后发现，贝吉塔踩在了擂台的碎石上了，还算站在擂台上。相帕和比鲁斯一个是生气，一个是高兴。贝吉塔这次真的怒了，我堂堂赛亚人王子竟然靠规则活着。贝吉塔问主持人：“只要不碰到屏障就可以了，对吧？”主持人心虚地说：“是的。”金属人朝贝吉塔发出了大量熔浆，贝吉塔全力提气，气场将金属人的攻击全都消灭了。贝吉塔极力嘶吼着，屏障都出现了裂纹，不一会儿的功夫，屏障彻底粉碎了，粉碎的玻璃崩得到处都是。悟空看到莫娜卡，这家伙好厉害啊，竟然纹丝未动。相帕惊呆了，埋怨巴朵斯为什么不将屏障搞得结实一点。贝吉塔打算使出自己的最新招式，只见电光四起，擂台都被击坏了，巨气汇成能量弹，金属人也准备好了迎接他的攻击。闪电力量之大，将整个星球都包裹住了，大家都呆了，这好生厉害啊！贝吉塔朝他发射过去，金属人完全抵挡不住，一道白光之后，金属人还在苦苦支撑，只差一点就出界了。贝吉塔上前一拳打了过去，骂他：“你这个破铜烂铁的废物！”擂台彻底被震碎了，金属人完全掉到了场外。主持人过来宣布贝吉塔获胜，波尔玛开心了，而我们的相帕大人又气坏了。贝吉塔回到了待赛区，再看金属人竟然捂着脸哭泣呢。下面出场的选手也是一位赛亚人，看着似乎很有信心啊。两个天使正在兴奋擂台，悟空看着擂台，贝吉塔破坏性竟然这么强。波尔玛给贝吉塔擦着脸，一家人都在给贝吉塔加油助威。琪琪带着一帮小家伙正在吃西瓜，相帕心烦意乱，感觉声音太吵了，朝他们一顿乱吼。这一声把大家吓一跳，相帕因为自己的选手一直输，心里十分不爽。两位破坏神谁也不让谁，眼看就要开打了。巴朵斯告诉他们，擂台修好了。两位破坏神来到了擂台中间，主持人宣布，两个宇宙的选手都是赛亚人。老界王神感觉这位赛亚人的气场不同，一身正义之气。第六宇宙的界王神说：“我们的赛亚人是正义的化身。”两个宇宙的界王神是谁也不服谁，都说自己的赛亚人好。
比克给悟空说话，但是悟空完全没有理会，一直在关注着对面的一个选手。贝吉塔看到贾贝摆出的动作，惊讶了，简直和他一模一样。比赛正式开始了，贾贝朝贝吉塔开始进攻，看着力量简直弱爆了。贝吉塔放了一太平洋的水吧，这都能被击中。贝吉塔正要朝贾贝头部进攻，他突然改变了进攻方式，一脚朝贾贝身体踹了过去。贾贝踹飞后又使出了一招冲天炮，贝吉塔简直不敢相信，这和我的招式一模一样。贝吉塔接招后感受到和他普通状态的力量不相上下。贝吉塔让他拿出真正的实力，变身超级赛亚人。他说对不起，我不会。然后他向贝吉塔请教，贝吉塔激怒了，这是在比赛，你竟然让我教你变身超级赛亚人，这跟认输有什么区别？贝吉塔立马提起变身超级赛亚人，朝贾贝一顿猛攻。贝吉塔一脚将贾贝踢飞了，吃瓜群众吃惊了，他这是怎么了？难道又变坏了？比鲁斯说他不会忘了杀人算犯规吧？贝吉塔抓着贾贝说道，我要立马干掉你，然后再把你的星球击成碎片。没想到这句话刺激到了贾贝，怒气急剧上升，一下突破了自己，变身成了超级赛亚人。贝吉塔得意的嘴角上扬，贾贝这一拳力道很大，将贝吉塔打出去很远。他带着怒气不断朝贝吉塔进攻，将贝吉塔都击倒在地了。贾贝朝贝吉塔发出大量气功弹，贝吉塔轻蔑的一笑，一下全部解决了，然后又朝贝吉塔袭来，而贝吉塔站在原地一动未动，一拳下去毫无反应。贝吉塔说，记住这种感觉，超级赛亚人变身的秘诀就在于生气。大家这才明白，两个破坏神同时说好无聊啊。他们看到对方是谁也不服谁。贝吉塔又变身成了超蓝状态，一直闭着眼睛的希特突然睁开了眼睛，看到悟空在观察着他。贝吉塔告诉贾贝，只要好好修炼，终有一天你也可以达到这种状态。然后贝吉塔一拳将贾贝打晕了。主持人宣布第一区宇宙获胜。贝吉塔朝贾贝泼了一盆冷水，醒来后告诉他，任何时候不能向对手低头，转身走了。贾贝看着贝吉塔的身影说道，我们星球的王和你一样骄傲而且坚强。贝吉塔说，有机会让我见见他。虽然输了，但是相帕依然十分有信心，因为下面出场的选手是第6宇宙神级杀手希特。两个被悟空破功的希特准备认真对待与悟空的较量，只见悟空闪电环绕，瞬间提气。希特面无表情地看着悟空的变身，贝吉塔有些难以置信，悟空竟然可以预测希特0.1秒后的动作。希特告诉悟空，既然你将你的战术告诉我了，我可能会做出你无法预测的动作。悟空自信地告诉他，一个人习惯的动作很难在短时间改掉的。悟空说道，看你能跟上我的动作吗？上前朝希特开始了进攻，希特被打得节节败退，库林一家3口都看呆了。悟空说，你为什么不用闪石了？说完朝希特踹了一脚，又打了2拳，希特被击打出去了。希特怀疑了，这难道就是自己的极限了吗？然后他飞身朝悟空开始攻击，又用起了自己的闪石功，朝悟空一拳打过去，没想到被悟空击中了腹部，悟空3下5除2把他踹了出去。相帕惊呆了，无敌的闪石功竟然被破功了。比鲁斯说道，不愧是我的悟空。维斯说，不对，那是我的悟空。贝吉塔不服了，竟然利用我交战时观察了希特的动作习惯。希特站在原地一动不动，悟空看着他说道，你是要认输了吗？哪想到希特突然大叫起来，然后急速提气，完成之后感受了一下自己的力量，两个人再次开始激战，打的是不可开交。他们同时击中了对方，希特要用闪石功击打悟空的腹部，反而被悟空一拳击中了，整个人横着飞出去了。悟空紧接着又朝希特开始攻击，一拳下去，时间突然又静止了，悟空被击中了，跪在地上痛哭不已。主持人多次和他说话，他都没有回复，以为他要输掉了。悟空突然又站起来了，大家都惊讶了，希特原来还在不断成长。希特告诉悟空，通过刚才的战斗，他的闪失已经提升到了0.2秒了。相帕命令希特赶紧将悟空打倒，希特没有理睬相帕，悟空体力恢复了，两个人又准备开始战斗了。悟空正观察着希特，希特瞬间来到了悟空面前，又使出闪石功，朝悟空一顿暴击，悟空轰然倒下了。希特把主持人叫来，说杀人是犯规的吧？悟空已经挂了，哪知悟空又站起来了，所有人都惊讶了。悟空告诉希特，我还有力量没有发挥出来，本来是为了对付比鲁斯大人的。比鲁斯吓一跳，怎么要对付我吗？悟空极力嘶吼着，相帕让希特赶紧进攻，而希特却并未理睬他。悟空的气场瞬间又消失了，然后真正的大招出现了。悟空告诉希特，接王拳就是我的秘密武器。悟空上前攻击希特，快的希特完全看不到悟空。比鲁斯都惊讶了，维斯说，你是不是有点怕了？老接王神说道，这一招非常危险，一不小心他的小命都可能挂掉。悟空又极力提气，提到了10倍接王拳的境界，所有人都惊呆了，好快的速度。希特被打得节节败退，连闪石功都不管用了。悟空说道，我远远站在你闪石的前面，你的闪石已经不起任何作用了。两个人的打斗太激烈了，希特明显处于下风。悟空说，我的状态无法长久维持，必须速战速决。悟空发出最强大绝龟派气功，希特极力抵挡，力动山摇。悟空用10倍接王拳和希特进行激战，10倍接王拳的威力实在太大了，对战产生的光束照耀着整个宇宙，主持人都被风刮走了，气场太强大了，所有人犹如草芥一般。最强战士摩纳卡也被风刮走了，维斯及时抓住了他，然后和巴佐斯一起将台面控制住了，大家都埋没在尘埃之中。主持人落地后发现2个选手没了，原来2个人都站在站牌的上面。希特说道，强敌的存在促使我不断成长，在那个瞬间我的闪石进一步扩大，避开了你的攻击，我还可以继续成长。悟空看着希特惺惺相惜，一向寡言的希特也笑了起来。两个人准备再次开打，相帕告诉希特，接王拳不能持久，你只要躲避一会儿，赢的就是你。贾贝站起来阻止相帕，这样做太没道德了。相帕听到这生气了，这是我和比鲁斯在决斗，你们只是妻子罢了。话音刚落，悟空和希特愤怒地看着相帕，相帕吓得连连后退，一屁股倒在沙发上了。巴佐斯告诉相帕，我在想好好看他们的比赛。两个人又瞬间提气，希特再次使用闪石功，说道，我的闪石走在你前面了。悟空整个人都静止了，希特朝悟空一顿暴击，悟空一拳被打飞了，缓缓下落，所有人都惊呆了。哪想到悟空再次满血复活，朝希特一拳打过去，希特整个人撞击在牌子上了。相帕惊呆了，
希特坠落在擂台上，吃力地挪动着自己的身体，悟空也难以维持自己的体力了，也坠落了下来。大家聚精会神地看着擂台上的两个人。悟空体力恢复后，对着比鲁斯说道：“能否去掉比赛的一切规则？因为现在这样，希特没办法发挥出全部力量。因为希特是个杀手，由于规则的限制，他不能拿出自己的杀人招式。象霸开心了，那就取消比赛规则。”比鲁斯不同意，两位又一顿争执吵闹。悟空看着吵闹的两位破坏神，那我们下次再进行的比试吧。然后悟空走到了擂台下，主持人看着都迷茫了，宣布第6宇宙获胜。两位破坏神都惊呆了。悟空飞身前来，给希特竖起大拇哥，然后竖起鸡王拳的功夫，哪想到悟空身体突然肿了起来，整个身体都扭曲了，痛得悟空一下栽倒了地上。比克前来将悟空抱走了。比鲁斯怎么能允许悟空这样做？质问着悟空。悟空说道：“我的鸡王拳已经到极限了，再打下去也是必输无疑。再说了，我们不是有莫纳卡压轴的吗？”维斯凑前说道：“可不是嘛！”只见莫纳卡整个身体都吓得哆嗦起来，起身一跳，砰一下撞到了擂台上。比鲁斯捂着脸说道：“这下完蛋了。”只见莫纳卡大步朝前走着，然后朝希特打了一拳，画面突然静止了。莫纳卡睁开双眼看了一下希特，只见希特一下飞出去了，落到了场外。所有人都惊讶了。主持人宣布第7宇宙获胜，大家都开心了。悟空飞过来感谢银河王的指教，握起了银河王的手。银河王害羞地看着悟空，这是人家的小弟弟呢。悟空顿时尴尬了。希特来到了象霸身边，象霸生气了：“你们一个个让我丢尽颜面，我怎么可能让你们活着回去？”比鲁斯说道：“比赛结束了，你们已经不再是主角了。”象霸正狂妄地说着话，巴洛斯提醒象霸看下面。象霸一看吓坏了，维斯也提醒比鲁斯，比鲁斯一看也吓坏了，原来是拳王驾到了。大家看着这个小不点完全懵了，这是谁啊？眼睛跟个绿豆似的。小鸡王神说：“这个小孩看着让人好不舒服。”老鸡王神砰的一下给了他一锤。比鲁斯瞪着大眼珠子说道：“他是拳王，站在宇宙顶点的大人物。”贝吉塔惊呆了。维斯说：“我们这样俯视的看着拳王不太好吧？”比鲁斯赶紧飞了下去，象霸与巴勒斯也飞了下去，两个人战战兢兢的给拳王鞠躬。鸡王神也都下来给拳王跪下了。老鸡王神问道：“不知拳王驾到有何贵干？”拳王说：“你们私自搞活动，不要忘了破坏神分内的工作啊。”没想到两位天使给拳王说道：“两位破坏神整天就是吃吃睡睡的。”拳王说：“要不换个破坏神吧？”把两个破坏神给吓坏了。我只是开个玩笑啦，看你们组织的格斗比赛挺有意思的，不如召集全宇宙的选手进行格斗比赛表演。不知深浅的悟空说道：“那可太好了！”两位破坏神吓坏了。悟空走了过来，卫士直接从地下出来挡住了悟空，任悟空怎么说都不让悟空过去。没想到拳王走了过来，悟空伸手要与拳王握手，把神之众人都吓坏了。两个卫士死死盯着悟空，哪想到悟空一把将拳王拉了起来，看大家的表情，汗水直流。拳王说：“你这个人挺有意思的嘛。”然后起身飞走了。破坏神又鞠躬欢送。比鲁斯告诉悟空，只要拳王愿意，能让12个宇宙瞬间消失。不知深浅的悟空傻笑着。比鲁斯告诉象霸，把超级龙珠交给我。象霸说道：“当然给你，但是最后一颗龙珠你别想找到。”说完叫上所有人准备走了。悟空给希特挥手再见。格斗结束，波也醒了，完美躲过了整场比赛。沃尔玛拿出超级龙珠雷达，无论怎么找都找不到龙珠，但是看着有7颗龙珠的反应，抬头数了一下，还是只有6颗。莫纳卡告诉维斯：“我跑快递都是用3维地图的，我们应该立体的去看。”维斯感觉他的提议非常好，然后带着大家飞到了宇宙中。只见维斯手杖一挥，无名星慢慢破裂开来，一团耀眼的光束照耀出来。原来第7颗龙珠就是这个星球。沃尔玛告诉龙珠换出神龙的方法，比鲁斯用神之语言告诉了维斯，维斯叽里呱啦的朝龙珠说了一通。7颗龙珠缓缓的起了反应，7颗龙珠慢慢融合在了一起。只见金光闪耀，光束太刺眼了，照得大家的眼睛都无法睁开。光束消失后，神龙出现了，还带着翅膀，大家看着都惊呆了。神龙在一颗透明的圆球中慢慢升起，闪电环绕，场面太壮观了。神龙在宇宙中围绕着太阳转了一圈，然后将一颗星球给吞下了，在宇宙中尽情的翱翔着。神龙盘旋于宇宙中，整个宇宙的星系都显得那么渺小。悟空一行人迷茫了，这是在哪里啊？比鲁斯告诉他们，这是在神龙的体内。他们不断朝前飞着，进入到一个黑洞之内，神龙又出现了。原来这才是神龙的真身。比鲁斯让维斯说出了愿望，然后神龙完成后就消失了，又化作了7颗超级龙珠，分散到了宇宙的各个角落。象霸和巴洛斯正在飞行着，突然停了下来。巴洛斯打开地球的影像，告诉象霸，第6宇宙的地球恢复了。原来比鲁斯许的愿望就是恢复第6宇宙的地球。象霸顿时感动了。比鲁斯为了答谢这位快递员，送给莫纳卡1车黄金。维斯也将大家送走了。2个宇宙的格斗比赛以地区宇宙的胜利结束了。